JoJo 中最奇妙的故事，并非出自历代 JoJo， 而是作者荒木本人的恋爱史。荒木和妻子相恋，纯粹就是替身使者的相互吸引。因为当初相亲的时候，马美女士作为女方的朋友去的，毕竟是第一次嘛，怕尴尬。结果荒木老贼呢，嘴里发着哔哔哔的怪叫声登场了啊！这果然是这级生物。这荒木呢，虽然是20出头，长得呢也算是一表人才，而且凭借武装扑克拿下了首种奖。可你一露面就这么玩，那是个正常人就受不了啊！所以马美的朋友礼貌的走完流程，就直接把荒木给 pass 了。但马美却很好奇啊，这个小伙为什么要怪叫，便留了电话。之后打去询问荒木怪叫的原因，对方却一脸的无所谓，说就是想的样子罢了。后来这个哔哔哔的怪叫声成了托比欧的电话铃声。不管如何呢，两人就这么好上了，果然应了那句话，更离谱的是，两人的第一次约会，荒木给马美打电话说自己平时都得画漫画，周日通常是去游泳。大家看，荒木这小子不老实啊，第一次约会就要看泳装。而马美呢，没有拒绝。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荒木喜欢这么玩。约会的当天，荒木先是一抹蒙娜丽莎的微笑，好家伙，即亮即影的变态点也有了。之后荒木就表演了个扎猛子，让马美在岸上自己玩吧。这种人那神经病。然后马美就坐在岸边，用脚打了一下午水。好，岸边路伴是这么来的。荒木都这么抽象了，如果是一般人早把他踹了吧。但还是那句话，替身使者间会互相吸引，两人不仅没有分手，还在3个月后就闪婚了。但结婚后，荒木仿佛是放飞自我了，完全就是小孩子的做法，常常去按别人家的门铃，然后偷偷跑开，搞一些孩子才会做的恶作剧。黄金精神这一块很纯。除此之外呢，荒木还非常喜欢米老鼠日历，和不认识的人从不说话，哪怕是马美的朋友，只要是没见过面，直接就躲进屋子开始画漫画了。但也是因为这些，所以附近的大爷很喜欢他，常常喊他小飞吕燕。可当时的荒木老师都已经35岁了，就像荒木夫人的评价，我觉得所有的漫画家都是怪人，但是都很有趣。后来有人送给了荒木泳装美女日历，再加上老有人叫他漫画之神，荒木似乎也是想成熟一点，就把之前的米奇日历给换掉了。但让荒木比较难受的是，每过1个月就得撕掉一张，他有些不舍。可看到下一个月的美女海报，他只能感叹之前的美女跟他的缘分结束了。这让我又想到了吉良吉影，他的女朋友都是有保质期的。ちょっと匂ってきたか。この女ともそろそろ別れ時かな。最后聊一下荒木的灵感来源，也非常戏剧性。就按照荒木夫人说的，跟岸边路伴如出一辙，灵感来源于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，就像是在写日记。虽然我不怎么读他的漫画，但是经常在他作画的时候去偷看，有时候会发现啊，这句台词不是今天早上他刚说过的吗？难道西北老汉舔蜘蛛这种荒木老师也亲自尝试了吗？这个实在是太不理解，但尊重。其实荒木在现实中找灵感，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要知道JoJo从1987年就开始连载，这都已经快40年了。荒木老贼再厉害，脑细胞也不可能支撑他创作这么久。哎，对了，荒木老师能连载的关键因素还在于他的生活习惯上，从来不熬夜，周一到周五画漫画，周末出去放松，保持良好的心态。我去，这怎么有点普通上班族爆量 K 影的意思啊？最后辟谣一下啊，荒木老师一直这么年轻，不是因为修炼波纹，而是做瑜伽。您和您先生看上去都很年轻，请问怎么修炼波纹术？波纹我可不会呀，不过我先生现在在做瑜伽，有时候会说把骨关节练得柔软了，就可以多活几年哦。